你们玩过碟仙或是笔仙吗？这类竞技的游戏都有它的规则在，像是碟仙请出来，一定要请回去才能放手，还有不要过问他的事情，例如问碟仙你叫什么名字，几岁啊，你住哪里啊，甚至于你怎么死的，这些问题绝对不能问，因为冒犯到他的后果是很难以想象的，最终可能会因此丢了小命。既然这么危险，那为什么还是很多人想去尝试这个竞技的游戏呢？据说可以透过玩碟仙探听到很多未发生或未知的事情，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好奇而去尝试。过去的新闻有报道过，某某学校的学生几个人一起玩碟仙，问了不该问的事，玩出了问题，有玩的同学发生了集体行为异常的现象，甚至出现自残的行为等等，最后都被送进了医院，传出就是玩了碟仙犯了大忌所导致的。接下来的故事是一位6年级的陈姓辣妈所提供，感谢您的分享，让我们开始以下的故事吧。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恐怖校园传说，我的学校也不例外。在我就学的那段时期，传说数年前有一位学姐因为感情的问题一时想不开，就从学校楼顶跳楼自杀了，死状惨不忍睹。自此之后就传出总有人声称在夜晚看见过他的鬼魂徘徊在那栋楼里，或是半夜经过那栋楼听见一个女生在哭泣的声音。我和我的2个好朋友很喜欢讨论一些关于鬼魂之说的事情，当然去灵探一定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听到了这个校园传说，我们3个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而且听说只要在午夜时分在他跳楼的地方玩碟仙，就能够与他交流，或是问一些想知道的事情，得到的答案绝对100%的准确。于是大胆的我们决定去那栋楼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校园传说的真实性。深夜，我们前往了那栋传说中的大楼，整栋楼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的阴森和恐怖。我看了过去，心中充满了兴奋的感觉和一点点的恐惧。我们偷偷摸摸地溜进了那栋大楼，里头是漆黑一片，只能靠着手机微弱的灯光一步一步地往楼梯上走去。每踩一个阶梯所发出的脚步声，在这环境中都会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。我们踏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顶楼的教室，这里一眼看过去，不知道已经多久没人来过了，到处都是灰尘，墙角布满了蜘蛛网。我们点燃了几根蜡烛，把纸盘和碟子放在地上，准备开始碟仙的游戏。我兴奋地问他们2个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现在要退出还来得及。小美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小香看着我笑着说，当然要玩啊，我们都已经来到这里了，怎么能退缩呢？我们3个人围坐在纸盘周围，手指轻轻地放在碟子上，开始念着咒语，声音在房间里回荡着，碟仙，碟仙，请出来，碟仙，碟仙，请出来。我们的声音低沉而缓慢，突然碟子微微震动了一下，我们既兴奋又惊讶地互相对视着，然后碟子就开始缓慢地移动了起来，最终停在了十字上。小香压低声音兴奋地说，真的有反应耶。我深吸一口气问道，碟仙，你在这里吗？碟子再次移动，停在了是这个字上面。我们的心情变得既兴奋又紧张。这时小美突然看着我说，喂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是你在推，对吧？要装也装得像一点，这样也太假了吧。我笑着说，被你发现了。好了，其实我也只是想带动一下气氛。我心想，这碟子是真的在移动，我根本没出力。随着我们问问题的频率越来越频繁，碟子的移动也变得流畅了起来。我们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，碟仙的回答都很准确。突然小美问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，碟仙，你是那位跳楼自杀的学姐吗？这时碟子传来了震动的感觉，然后开始飞快地移动着，最后拼出了是这个字。
我既生气又紧张地说：“你是干嘛了？怎么会问这个白痴问题？”小美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手开始颤抖。这只是巧合，对吧？她勉强笑了笑，但那笑容显得格外僵硬。就在这时，蜡烛的火焰忽然变得忽大忽小的，四周的温度也似乎降低了几度。我们的手指僵硬地按在碟子上，心跳加速，四周的气氛越来越诡异。我们商量后决定结束这个游戏，便开始念着结束仪式的咒语：碟仙，碟仙，请归位；碟仙，碟仙，请归位。但是碟子一动也不动。小香带着害怕的语气说：“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继续念吗？”突然，耳边传来细微的低语声和不明的脚步声，我感到背后一阵寒意。是谁？谁在那里？我害怕的大声问道。但是回答我的只有回声和我们自己的喘息声。这时，小美尖叫了一声，指着房间的一个角落。我们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那里，双眼在黑暗中闪着红光。那是什么？我害怕的几乎快无法呼吸，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着我们。那个身影慢慢向我们靠近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敲打我们心灵的深处。我们惊恐的退后，却发现无处可逃。我大喊着：“快离开这里！”我们在慌乱中推开教室的门，冲进走廊。当我们回头时，发现门已经自动关上了，里面传来低沉的笑声和小美的尖叫声。我们试图打开教室的门，却发现门被紧紧地锁住。我透过门缝看到小美在里面惊恐地挣扎着，而那个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这时，我听见一位女子在哭泣的声音，那声音似乎是从那漆黑的走廊深处传来的。我们两个互相害怕地看着，突然，那哭声消失了，瞬间转变成了凄厉又可怕的笑声，伴随着奔跑的脚步声，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。我害怕地拉着小香的手，惊恐地大喊着：“跑啊，快跑！”我们两个在漆黑的大楼里疯狂地奔跑着。离开大楼后，我们联系了学校的警卫，警卫陪同我们两个去了那栋大楼。但是当警卫打开教室的门时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小美也不见了，只有那张写满字的纸盘和碟子跟几支蜡烛。我们两个人恐惧和疑惑地看着四周。这时，警卫看了一眼地上的道具，很生气地骂了我们一顿，并陪同我们一层一层地寻找着小美。但是始终不见小美的身影，最后我们也只能无奈地离开了。隔天，我起了的大早到了学校，希望可以碰到小美和小香。但是随着第一堂课的钟声敲起，他们两个还是没来。这时我被老师叫去办公室训斥了一顿，原来是警卫把昨天的事情跟学校报告了，而他们是请了病假在家休息。听到小美在家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可能昨天她自己想办法回家了吧。在那之后，他们两个都休学了。我有去找过小美和小香，但是始终找不到他们两个人。他们两家也都空无一人，电话也都无人接听，宛如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而我自己也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家休息了好一阵子，去看医生，医生也找不出原因。最终是父母从学校得知了那晚的事情，把我带到一个师傅那里做法驱邪，我的身体才慢慢康复，回到学校上学。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恐怖的夜晚，我失去了两个最好的朋友。多年后的我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。某天，一通电话打破了我心中那道充满了无限悔恨的桎梏，感动的眼泪不经意地流了下来。是小香打来的，我们相约聊了很多的事情。原来她也是跟我一样，莫名的生了一场病，爸爸同时又投资失败，搬回到乡下的奶奶家，所以才无声无息的消失了。后来我提起了小美的事，小香叹了口气，她也试图找过小美，最终也是找不到人。不过有探听到一个消息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那晚小美不是消失了吗？听说那晚小美回到家，
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现在住在某间精神病院里。至于是哪一间病院就不知道了，说不定是别人乱讲的。听完了这件事，我们都互相沉默着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之后，我跟小香2个人又试着通过一些管道寻找小美，最后还是像大海捞针一样，希望渺茫。现在常常从一些社群媒体看到一些国内外的探险直播影片，就会想起当时的我们。在这里奉劝各位，人都有好奇心，这不是什么坏事，但是有时候好奇心真的会害死一个人。在没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之前，最好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任何事情，尤其是那些未知的另一个世界。